甩出来，所以你上这太多油是没有用处。可我是建议像有的这些边边缝缝，你可以稍微上一点油，因为油也可以阻止那个水汽啊一些的进入啊，导致内部生锈。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工具上面，除非你很确定它是装错，要不然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去更改它的方向。像这两个头，它是两个铁套而已，但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它这边它外围的它铁套的一端是90度角，然后内部这一端有一个小倒角。像这个就千万不能装错，因为如果你装错的话，变成说它做倒角用意是减少跟这个铁套跟这个齿轮的摩擦面积，然后外面90度也是因为它的模具，它可以增加完全的密合，并不会有一个小倒角，然后产生会晃动。所以说在组装上一定要去注意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没有把握或不确定，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更改它的安装方式。然后像一些灰尘的脏东西一定要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像这一台，它的击锤部分后面它有一个橡胶的类似减震，你在打的时候它不会直接影响应力，不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机身，所以它这边有个胶套，像那个油环一样，但是它油环中间有一个小铁片，像挖起来也很薄的铁片，真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这样应该就看得到吧。它有个小铁片，它也是避免这个米拉林骨滚珠轴承直接如果在速度太快跟着转动的时候，直接去磨损到这一块。所以说像这个在拆装的步骤上一定要记清楚，要不然有时候你在安装上的话，一个装错，可能我们的用意是想要保养它，让它为我们服务更久，结果一个不小心可能让它提早寿终正寝。然后像马达这种电的东西，如果真的不是很懂很清楚的话，我是建议就不要去动它，因为像这个很多有细的电线，它这可能是温控啊，或者说转速可调转，像这一把是可调转速的，它这是微动的，微动开关，你压多少它跑多少，你全压它就全开，转速全开。然后所以变成说，如果不是很清楚不确定的话，能够不动就不要去动它，因为机械零件好处理，机械的东西好处理，电子的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麻烦。像有时候这些线啊，像刚才拉线的时候，我也是尽量能够不去拉扯到它的线，因为有时候因为可能一个松脱，一个接触不良，整把工具就怪怪的，所以我常来说 DIY 到底是在做兴趣还是在找自己麻烦，就变成说可能这个问题大家也是要衡量一下啦。好，那我先继续。现在这一把大致组装好了，然后我刚刚有跟各位提到说，因为这一把有去螺丝，所以我有找一些比较长的螺丝。螺牙它的牙跟原来的牙是一样的，然后小螺母也一样做，问题是长度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先找了几颗，我先大概测试一下长度，必须要留多长。像在做螺丝的时候，你要裁剪螺丝的时候，记得，譬如说我要把这么长的螺丝弄成像这样子，长短的差别。好，这样看得出来吗？然后其实这个没什么技巧，只是你要记得就是第一，你要先顺颗螺母进去，要把一个螺母装到里面去，然后拿固定钳，这边有一个小的，不知道你们看不到，它前底这边有一个设计在剪出一点铁丝的东西，
然后当你找到你要的长度以后，放进去。要记得你要先把后面的调整螺丝调整好，然后螺丝放进去，剪断以后，这个时候刚刚放进去的螺母，这个螺母，它的功用就是你剪断以后，先拿把小锉刀，它一定会呈现一个切断面，先拿把锉刀稍微修的顺，不要去刮手以外。再来就是这颗螺母的用处了，它就是在出来的时候把牙顺正以后，你再锁就会比较顺。如果你都没有套螺丝，直接剪断，你在锁的时候，基本上可能锁不进去，因为它找不到那个顺牙的那个角度可以顺着牙进去。所以说你在剪断螺丝的时候，之前一定要先套一颗螺母进去。然后剪断以后，稍微拿锉刀把切断面修一下，然后螺母顺出来，大概这只螺丝就做好了。这没什么技术性，只是一个小诀窍，一定要先做。我已经剪断一只了，这个就是剪断下来的残骸，然后我先修正一下，这样对不太到。手机怪怪的，我先修正一下。我刚刚说固定前，因为我发现固定前它这个截面不是很尖，所以你剪下去以后会产生很多多余的部分。所以如果固定前是可以比较省力啊，但是如果真的还是老虎钳，像这个就我刚才在修下来的老虎钳。它这个截面比较尖，它可以直接剪断，它不会产生太多的，像这个就重新修过，它不会产生太多的你要说的骂力呀，有没有？然后我等下就是拿锉刀把上面这个头会立的这个修掉，然后牙转出来，它的螺牙就完成就顺好了，所以。所以变成说，刚刚讲的固定钳的方式，可能自己斟酌一下。因为我后来觉得固定钳，我这把了，我不知道别把是不是，我知道我这把的它的那个倒角太大，所以别人剪下去以后会有一个多余的把力压太多，所以咯，老虎钳试用看看。好了，螺丝做好了。就螺母转出来，多转几次，转出来锁进去，转出来锁进去，它就变得很顺了。当然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那个就用什么工具就好啦，或什么修就可以啊。问题是很多我的感觉啦，很多真正的 DIY 并不是说你要弄什么东西就一定要去买专用工具，那你搞到最后。你可能玩机车的，你搞到最后你可以开机车行；你玩汽车的，你搞到最后你可以开汽车保养厂；你玩家电的，你可以变成修理站。我觉得 DIY 就是尽量使用身边有的工具。当然了，你自己的工具连基本工具都不齐全的话，你真的要做 DIY 很困难。然后什么叫基本工具？可能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那这个有机会再跟各位聊，怎样的基本工具可以满足一般家庭，比如说浴室的铁架吊啦，或需要什么东西啊，或者说水龙头该什么东西啊，那些都有它该有的基本工具。只是每个人见解不同了，这个可能有时间再跟大家聊。然后现在就是螺丝做好了，然后裁剪螺丝最重要就是你要记得尽量剪干净一点，然后剪之前先套一颗螺母进去，螺母套进去以后剪完修，拿锉刀把这个多余的稍微修一下，然后螺母转出来固定住，转出来，
然后再转进去，多转个几次它就很顺了。然后最重要的是先确认你的螺丝你需要多长，你不要剪到最后剪过多，剪得太短，你可能到时候锁的螺母锁个挤压一吹又坏掉，你就要再另外找，这变得就是浪费。我觉得 DIY 就是尽量减少浪费。好，螺丝先做好了，我再继续下一栋。